我牙齿这一边有断裂，然后找了很多牙医，新加坡当地的牙医，连大医院也去问过啊。不过一方面是很贵，而且每一位医生都讲说要拔掉，然后植牙。牙药宝找三宝。你好，你好。我是三宝牙业务医师哈，保牙、保龈、保笑容，照顾你的口腔健康。就是 Cristanova， 对，从哪里来？新加坡来。当初是什么原因想要来我们这边治疗啊？因为我牙齿这一边有断裂，然后找了很多牙医，问题是新加坡当地的牙医，连大医院也去问过啊。不过一方面是很贵，而且每一位医生都讲说要拔掉，然后植牙。就是除了智齿要拔掉以外，连前面那一颗都要拔掉植牙，裂的那一颗，裂掉的那一颗。因为他们讲应该没有办法救了，应该没办法救，连大医院都去看过了。而且很贵，很贵的大医院，很贵。他们讲可以做那个手术跟补牙，不过真的太贵了。然后我就往上找一找，然后就找到这间。他当初联络是妈妈，透过他，是妈妈一开始是妈妈找的，还是你找的？是你先找到的，然后要求他帮忙。因为什么？你也会讲？我会讲中文，不过问题是还是有点代沟，怕有一点代沟。妈妈是哪里人？新加坡人。妈妈是当地的新加坡人啊。以前有在中国长大还是什么吗？没有啊，他从小到3代都是新加坡人，3代都在新加坡的，很罕见，最近也很罕见，我们是少数了。我几月去的？5月去的哈 ，ITI 年会哦，对，刚好有去那边吃海南鸡饭啊，那边刚好有一个植牙的大会啦哈，对啊，对，刚好，所以就是看了影片之后，请妈妈帮忙，希望可以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救。而且怎么说都觉得好像台湾科技会好一点。台湾科技会好一点，台湾技术是还不错啦哈。对，所以我们在诊断之后啊，是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方式啊，就是在微创的情况之下哈，第一个我们就微创手术，你看得出来就是拔牙后两边同时拔牙后第3天嘛，实在看不出来，也没有淤青。是拔水平智齿啊，对，不是拔痕的，所以我们用微创的方式，小心帮先生把 Cristanova， 对，是有讲，对，他说主一代是西伯利亚人，好，对，祖先是西伯利亚人，然后我们就是在没有斑斑的情况下，把水平智齿把它拿掉，好，所以术后事实上没有肿，对，然后也没有淤青啊，是这样。第3天通常是我们术后，我们礼拜5做的，今天礼拜1，所以是今天是最肿、最不舒服的时候。这样看起来都还好，也还不错，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有时候回去之后的肿胀，看影片之前的会怕，就是看以前第1天来是非常紧张，因为看过很多人他们那个肿大的样子，肿到像猪头一样。第2天手术之后很顺利，而且本来是以为说可能会肿啊，不敢吃太多或怎样，结果没事，所以没事，还可以继续吃这样，还可以吃，继续去逛夜市，带女朋友去逛夜市，吃一点东西，事实上能像 Cristanova 恢复的这么好，因为我们现在技术比较成熟了啦而且术后的用药术后好像我们好像只有开止痛药而已啊，开止痛药。对，事实上拔牙之后要不要吃抗生素啊？这也是存在一个有些研究是说不一定要啦。当然，因为先生比较容易过敏啊，抗生素过敏，所以就不能用抗生素。对，因为抗生素过敏，不然我们基本上 routine 还是会开抗生素啦，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种药物过敏，所以我们就没有给它比较好的抗生素啦，就是用止痛药，这样光吃止痛药回去恢复的也还不错，没有肿，也没有凹青，也没有淤青，就这样
整个状况也都不错啊。至于裂掉的那一颗，我们因为它大部分的齿质都是好的，应该只有不到1/4啊，1/5到1/6啊，就这样一个披萨啊崩了一块，你那块披萨就要丢掉了。那一个圆盘的形状的披萨大概我们看到就是崩掉那边，当然有可能会蛀到神经啦。所以已经很接近神经了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有在底部放比较特殊的药物 NPA 那一种比较特殊的药物，专门可以贴到神经可以让神经的刺激最少把里面清干净之后，我们拿上面的部分我们再用树脂把它填补起来过程中是都还蛮顺利的啦而且我们就一次做掉两边的，第一天就拔掉2颗，然后又补，非常快。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可怕。对，非常顺利，非常顺利的拔掉两侧的智齿，也都补好了，零拔牙救援成功。对，所以就辛苦这一次，他就可以开开心心，也不用太担心，也不用担心它拔掉对。这真的是，我觉得台湾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帮到我们华人，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对，对有这次来台湾有安排什么旅程吗？去逛夜市，四处走走这样。四处走走，有去过这几天有去过哪些地方？都有那个城隍庙还有那个叫什么？龙山寺龙山寺都逛过，老地方然后西门町西门町对还好恢复的还不错，还可以去到处晃晃，也不用担心说这边 OK 这边会肿会痛，但是又不能吃什么的。事实上门牙都没有动到，就后牙一点点怪怪的啦有吃有给先生止痛药备着这样子也还好，恢复的状况事实上都比想象中好很多所以也能够帮助远道而来的朋友，然后顺便做一下旅行观光，对。同一天处理4颗，1颗智齿，然后还要补2颗。补2颗，我们同一天，我们就是同一次2个小时半把它处理完，很辛苦。那一次比较辛苦，回去之后就轻松了，然后回去就不用太担心了。对，对，谢谢这么信任我们。牙药宝找3宝。